久久眨眨眼，突然像是发现了一点什么。刚才这家伙转身唤醒的步伐，游龙探云步，嘿，可以吗，小子？这么难学的步伐都学会了？你师父说你只对遁法感兴趣，你该不会这100多年全搞这些了？啊，弟子一直努力修行，从未有过半分懈。这轻柔的触感。李长寿低头看着正轻轻戳在自己大腿内侧的那只葱白仙指，额头瞬间挂了几道黑线。顺着仙指看去，正是一截光滑白皙的玉臂，宛若羊脂白玉精雕细琢而成。再向上，则是火红的肩带、衣领，以及那张正略微歪着带着少许好奇的漂亮脸蛋儿。有情悬崖。弟子前几年突然就有了与女子一接触就会浑身抽搐的病症。李长寿的嘴角疯狂的抽动，但几乎只是瞬间就有了决断。这也是一个狠人，此时丝毫不顾自己的外在形象，浑身开始轻颤起来，咬着牙控制着自己浑身的肌肉开始扭曲，面露痛苦，双眼向上猛翻，嘴里泛起了白沫。姨妈，有情悬崖，你不是逼山吗？你个混蛋！方才多有冒犯，还望师兄海涵。坐在大葫芦的前端，李长寿面容平静，看着面前正拱手低头的有情悬崖，心底虽然很想吐槽，但也只能说两句无视。李长寿感觉到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中倒是没了之前那种嫌弃不满，反倒是充满了同情和可怜。长寿啊，你这应当是心魔，或许是因跟你师父常年封闭在山中修行落下的。长寿师兄，袁清从一旁飘了过来，拿了一瓶丹药。这是清心凝神的丹药，或许对师兄的病症有所注意。啊，多谢，心领了。李长寿略带尴尬的一笑，袁清立刻就明白了什么，熟练地错开了话题。趁着这个机会，李长寿也观察了一下几个人的反应。宇文玲全程没有关注这场小闹剧，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闭目打坐，十分沉稳。刘燕儿投向自己的目光则是多了几分同情，王琦更是用一种满是感慨的眼神注视着自己，大概是在说，这个师兄还是师弟，修行资质普通，还落下了这般心魔，今后想要找一个道侣都是奢侈。哎呀，修道的生活何其艰难呐！结道侣修行这种事，在渡仙门之中还是比较常见的。袁清寒暄几句之后，就退回葫芦后面。那王琦主动过来攀谈两句，李长寿全程只是含笑应对，并没有多说什么。感觉除了袁清之外，这些一门心思修道的同代弟子，年事虽高，但心思却出乎意料的单纯。啊，也对，这几位都是同代弟子中的尖子生，绝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修行上，人际交往本就不多。这场小风波很快就告一段落。不多时，葫芦上再次安静下来，个人继续打坐修行。李长寿又捧起了那卷书简，津津有味地读起来，心情完全没有被影响。九九仙人抱着胳膊盘坐在最前方，此刻也陷入了思索。他在思考该如何帮助李长寿走出心魔，重归快乐的修道生活。难道要有女子的魅力以毒攻毒？九仙人低头看了眼自己，最后就是一阵嘿嘿的怪笑。突然给自己增加一个设定，李长寿也并没有怎么在意。虽然这只是为了躲过被九九师叔探查修为和资质的权宜之计，但接下来这一路，自己时刻都会注意这个细节。长寿师兄，身后突然传来了呼唤。李长寿扭头看了一眼，正见到有情悬崖那张满是歉意的脸蛋。李长寿此刻虽然很想说一句请保持好一个冰山美人应该有的矜持和骄傲，
但终归只能够露出些许的微笑，摆手示意他不必多说，扭头继续捧卷品读。柳青悬崖抿了抿嘴唇，目光中的歉意始终未退，而李长寿的灵识敏锐地捕捉到后方正闭目的袁清略微皱了皱眉。2日后，地广人稀仙门林立的东胜神州渐渐地被扔在身后，一路上这颗大葫芦飞行在云雾之中，日夜不停，总算是赶到了东胜神州的西北边界。李长寿一路都未曾休息，注意力保持在自己身周方寸之间，视线边缘也经常能够捕捉到在天边一闪而过的御空身影。还好他们这一路也没有遇到什么阻碍。久久伸了个懒腰，大葫芦开始缓缓减速，朝着下方的崇山峻岭中落去。这位酒仙人打了个哈欠，对着后面几个人喊了一句：哎，都打起精神来啊，马上就要进入州部边界的范围了。哎，你们几个都听好了，北距泸州不是什么善地，这次呢，你们前来也是为了历练，不要玩命争夺什么宝物灵药。接下来我先带你们去北距泸州的一处入口，记住这个地方，以后要自己来北距泸州，可别傻乎乎的到处乱闯。5名弟子同时站起身，对九九拱手行礼。尊师教诲。九九满意的点点头。刘燕儿小声问：师叔，北距泸州不是4大部洲吗？为什么还有入口这一说呢？难道是这里的瘴气形成了天然大阵吗？谁知道为啥？给他解释解释。北距泸州的瘴气，对于反虚境已经能结成内周天的炼气士而言，并不难抵御。这里最麻烦的，还是瘴气催生出的毒虫毒草，以及随处出没的凶兽毒兽，十分难应付。答非所问。九九翻了个白眼儿。他问的是为什么有入口，你答的是什么玩意儿？袁清尴尬一笑，也只能拱拱手。宇文灵沉声道：因妖族。不错，就是因为妖族。大块头将军也挺有见识嘛。九九低头看了眼，控制着大葫芦朝着群山中的一处山谷落去。人族气运汇聚在南赡部洲，北距泸州是流放巫族之地。因上古时为了撑住即将砸落的天，几位圣人老爷出手，将此地一头先天大玄龟的4只脚给剁了，做成了天柱。玄龟心中愤懑，郁郁而终，其庞大的肉身、浩瀚的法力，化作了北距泸州经年不散的瘴气。你们向西北方向看，那可不是什么雨云。几人同时眺望西北，此时他们已经快降落到山中，恰好能看到天边那翻涌的灰黑色云雾，无边无际，浩瀚无边。瘴气催生了许多毒虫毒草，让普通生灵不敢靠近，进而也成了众多奇花异果繁衍生息之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凶兽毒兽，即便是天仙来了，也不敢太过深入。巫妖大战后呢，巫族残众被流放到了此地，他们去了北距泸州极北处，那里冰天雪地，虫兽较少，勉强能够生存，但据说已经是快在灭族的边缘了，确实挺惨。而那些对巫族怀有恨意的妖族，还有被咱们人族炼气士赶跑的妖族，就都朝着北距泸州边境汇聚。久而久之，这从东向西蔓延了数10万里的狭窄区域，成了妖族最为重要的栖身之地。介绍到这里，九九看了看几个弟子的表情，发现除了李长寿之外，都多多少少开始有些紧张。效果不错，再加把劲儿。哎，
你们看周围这重重的山岳，其中有不知道多少的大妖老妖，有些妖的实力还异常的恐怖，专门喜欢吃人族炼气士哟。几人顿时更为警惕，李长寿则是淡定的点点头，继续眺望着下方。九九顿感无趣，指着葫芦下方，面无表情的继续道：下面这个镇子，就是咱们人族高手强行开辟而出，进入北俱泸州的出入口之一。这几千年，据说跟妖族那边也是在停战，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打起来。等会儿进了镇子，我带你们去买些避障符、解毒丹。门内虽也有这些，但也不知道是谁定下的破规矩，还要带你们来体会体会修士生活，教你们异物换物。记住，这镇子上空不能乱闯，此地有几位高手坐镇，要对强者始终有一颗敬畏之心。咱们从东南边那个山坡落下，走一段山路过去。五位弟子拱手领命，将九九仙人的这些告诫都记在心中。这处城镇总体是在一处山谷中，山谷两旁的悬崖峭壁被砸出了一处处岩洞，也修有许多栈道和木楼。山谷中堆满了各类建筑，远远看去十分的杂乱。这里有气派亮堂的殿宇，巍峨耸立的宝塔，但更多的还是些木楼土楼，总体毫无规划，只有一些勉强能够通行的狭窄街巷。当然了，炼气士大多数都是在半空飞着，也不用走路。能看得出来，前往北俱泸州的修士其实并不算少。此地人来人往，许多木楼土屋的楼顶都有炼气士在摆摊儿，能够寻到众多北俱泸州产出的药草和宝材。这些药草和宝材大多都跟毒字沾边儿。九九熟门熟路，催出一朵白云，带着5个弟子和宇文灵在城镇内转了个半圈，在几个摊位上左右对比，才让他们几个拿出零食，买下一些物美价廉的丹药符箓。这家伙怎么不动？九九看了一眼一直背着手站在自己身后的李长寿，心底一叹，随手将一只荷包甩过肩头，砸到李长寿的怀中。这种荷包是最简单的储物法宝，一般都是用来储存固定份额的零食。九九吐槽了一句：就知道你师父没太多东西给你，也搞不懂他非要守那个小风头干嘛。解毒丹和避障符是必须要准备的，快去买。一个大男人别磨磨唧唧的。李长寿愣了一下，抬头看着自己面前这位不惜打扮的师叔，露出了几分温和的微笑。这般微笑只有在师父和师妹面前才会显露。他刚想解释一句自己是把所有东西都提前准备好了，但话还没说出口，一旁又有一只纤手递了过来，手中握着一摞黄纸符，2只胖肚子瓷瓶，是那个背着大剑身着火红长裙的少女。有清玄雅正扭着头看着别处，用尽量淡定的口吻道：算是给师兄的赔礼。之前言语中他手指轻弹，用了一股巧劲儿将丹药和符箓送到了李长寿手中，随后转身故作无事地走去了一旁的摊位。李长寿略感有趣，对着他的背影拱拱手，并未多说什么。这冰山绝对名不副实。自这处城镇出发向北，再有300里就是北俱泸州瘴气的边界，而最边界区域就是渡仙门5名弟子此行的历练之地——乱瘴宝林。瘴气外，那些光秃秃的荒山与瘴气覆盖之地连绵的黑色丛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画下了一条明显的边界。离着瘴气林的边界越来越近，九九浑然变了一个人，目光充斥着警戒，仙识监察着方圆数百里的风吹草动。他带着众人低空飞掠时，耗费仙力做了一朵白云，将那只大葫芦化作了3尺背在身后。
葫芦口氤氲着浅蓝色光芒，随时准备祭出去喷人。终于到了瘴气林的边缘，九九落下白云，转身满脸严肃。按规矩，此次历练时长为20日，从你们进入乱瘴宝林开始算，若20日之前你们就自行退出来，那就算这次历练失败，回去了要受门内责罚。九九眨了眨眼，口吻突然变得轻快了许多。哎呀，其实也就扣月供之类的，无伤大雅。遇到危险以保命为上，觉得吃力就立刻退出来，都别逞强。我呢，会在此地等你们。既然是以磨练弟子为目的的历练，自然不可能跟在你们的身后，也绝不可能做你们的替身护卫。哎，这个大块头也留下，在此地等候吧。宇文灵拱手请命。末将奉命前来护卫六公主殿下，还请仙长准许。你是想自己留在这儿，还是想被我捆在这儿？宇文将军还请在外等候，一切需遵从九师叔的安排。有秦玄雅在旁边开口，自身也透露出了一种淡淡的威严，显然是从小到大没少发号施令。末将领命。宇文灵沉声，而后皱眉看脸袁清，袁清立刻朗声道：宇文将军不必担心，我便是拼上性命也会护好玄雅师妹。有秦玄雅对此毫无回应，维持着表面冰山的日常表情。反倒是一直在九九身后站着的李长寿，目光在袁清和宇文灵身上流转了一阵。果然啊，我还是觉得这两个人有点猫腻。我给你们2个忠告，其一，在里面要互相帮持，记住，你们是同门，尽量避免单独行动。袁清、玄雅，你们2人修为较高，如果有疑虑，就照看一下其他人。师叔放心，弟子领命。